上一集我们讲了鞋子和衣服的打包秘诀，松紧带的裤子很重要，绝对是美食当前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没有机会观看的朋友，可以按右上方的连结哦。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正式晚宴、节日庆祝的装备，还有哪些是必带法宝。我们开始吧。特殊场合衣着篇，正式晚宴。依邮轮行程长短，可能会有几次的正式晚宴。7天行程的一般会有2次，这是你继公司尾牙之后正式打扮华丽登场的机会，务必好好把握。通常我会穿这样，那 Mr. Lee 有时候选择不打领带，像这样。其他乘客也有穿得很正式的。邮轮公司在这一天也会安排各式的布景，派出多个摄影师帮你拍照。虽然摄影师指点的姿势非常老派，但是如果有喜欢他们拍的影片，可以加购留作纪念。自助餐用餐，正式晚宴这一天，如果你觉得懒懒的，不想打扮的招摇华丽，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参加，然后到 buffet 区穿着短裤、吊嘎、yoga pants 轻松用餐，那里没有人会逼你。主餐厅用餐，在主餐厅用餐，通常不穿拖鞋、短裤或是过于轻便的衣着。按理说天气热，我想穿比基尼可以吗？没赛啦。不过，除非是正式晚宴那一天，不然也不用穿得过度华丽。按上活动的衣着要求，如果你的行程有到宗教场所，比如说清真寺、教堂、寺庙等等，那你要留意是否有特殊的衣着要求，比如说要盖住头发、肩膀、手臂和腿。那这时候呢，可以带一条围巾或丝巾，穿着长袖或者是长裤。节日庆祝，有时候你的行程间会遇到节日，像我们有一次的旅行就遇到了万圣节，船上有着浓厚的过节气氛，很多乘客也全副武装参与。难得出门解放一下，我当然是冲了，共襄盛举。娱乐篇，泳衣、泳装。如果你确定会玩比较多的水上活动，不管是在船上或是港口，那譬如说7天的行程，你可以带个2到3件的泳衣、泳装或是泳裤。一方面是为了拍照炫耀用，是留作纪念。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可以替换，你不用时时刻刻都在洗泳衣。运动衣，有准备要在船上运动燃烧脂肪的朋友，别忘了准备运动衣哦。美丽篇，防晒乳必带，就算你多数时间都是待在船上，但在甲板呢，紫外线从4面8方照过来，没有在客气的，而且在大海上完全没有遮蔽，绝对不能轻忽。遮阳帽，再戴顶遮阳帽，来一个物理防晒，有了双重保护，不小心就可以看起来比昨天的你还年轻。太阳眼镜，戴起来就能秒变韩流明星，还不用化眼妆就有气势，也可以保护眼睛，可谓一举数得。一副眼镜100种功能。个人护理，像是刮毛器、吹风机。船上的房间是有吹风机，但是如果你想要特别的 settle 一下，带上你专属的发型工具，也别忘了。其他像是刮胡刀和指甲剪，如果有需要带，也要记得哦。炼肝篇，如果没有购买饮品套餐，一天几杯下来就要喷不少钱。很多人会好奇，那是不是可以自己带酒上船喝？每家邮轮公司的限制都不一样，有一些允许携带1瓶或2瓶750毫升的葡萄酒或者是香槟，在公共场所饮用会收取开瓶费。那有一些则是完全禁止。所以呢，你在登船的时候没收，下船的时候归还。那这些规定可能随时都会变更，建议出发前查询一下比较妥当。健康篇，常用药品。感冒药、肠胃药、止痛药、处方签和非处方签的药，如果有需要也要记得带。还有晕船药，如果是在台风和飓风季节出航，晕船药记得多带，因为船上的晕船药很快就会卖光。有时候船长为了绕过暴风，也会飙船，船就会比较晃。急救药品，抗过敏药、OK 棒、防蚊液、蚊虫叮咬药、止痒药膏，建议也要传一下。我的经验。大约10年前，我们在一个行程中，不知道被什么蚊虫叮咬到，肿了一大包，1天下来也没有消肿，都怪当时还太嫩，什么也没准备，只好到船上的医务室寻求帮忙。医生开了一条小药膏，喷了我美金150啊。个人保健，维他命、眼药水、耳塞，还有口罩。COVID 还是存在的，不会因为大家都敢玩邮轮就可以免疫。还有船上这么多人，也难保不会有其他传染性的疾病。有疑虑想要自保的人，在室内可以考虑戴上口罩，不然行程刚出发没多久，都还没开始 po IG 或脸书就生病了，很扫兴，是不是？卫生杀菌篇，干洗手，
可以自备干洗手。虽然船上在电梯、楼梯前还有餐厅旁都会有准备，但是有时候用完了没有补，所以自己带一下，随时要用就有。酒精棉片和杀菌湿纸巾，行李有空间的话也可以带一下，这个就看个人的习惯。生活篇，洗衣精。如果行程天数比较长，有计划洗衣服的朋友，可以带像这种洗衣精，船上也有卖，一颗大概1到2元，把钱省起来拿去喝酒，看实在啊。装脏衣服的袋子和塑胶袋 ，Princess 上面呢有发这个，我觉得很方便，不管是要装脏衣服，或是从洗衣房洗好、烘好的衣服，都很速洗。水瓶可以自带水瓶，随时装水补充水分。保鲜盒、保鲜袋。多数情况下，邮轮公司和港口国家对于从邮轮上带食物到岸上的规定都非常的严格。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外来生物和病原体的传播。在确认邮轮公司和港口国家的具体规定是可以携带后，那么保鲜袋和保鲜盒就可以派上用场，真的很好用。尤其你岸上活动在赶行程的时候，没有时间去餐厅坐下来好好享用，你就不会饿到。个人护理、洗漱用品、沐浴乳、洗发精，邮轮公司其实都有提供，但有一些是功能强大的3合1，能够洗身体、洗头和润丝。心脏不够强的，可以考虑自己携带。口腔清洁，比如说牙刷、牙膏、牙线、冲牙机等，也别忘了哦。科技篇，充电线，不管是手机、电脑、相机、行动电源、iPad、手表等电子用品的充电线很重要，绝对不能忘。上次出门我忘了带充手表的线，只好在机场被坑。追踪装置，我是带这个 AirTags， 那这些追踪器呢，可以很容易的帮你追踪物品的位置，比如说你的行李箱。我上船前明明都交给工作人员，怎么开船好几个小时了，到现在都还没看到行李，是不是被遗漏掉了，没有上船？用这个就可以追踪一下。行动电源和 USB 扩充插座。你的房间或许没有足够的插座可以一起充你的所有电子用品，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带扩充插座就会很方便。多国插头转换器在邮轮上并不需要使用，但是如果你的行程前后有住在其他国家的饭店，可能就会需要。哇，这篇实在是太有用了，以后我自己的邮轮行程出发前也必须要来复习一下这一篇，才不会漏带。另外，朋友问我英文不好要怎么样才能享受邮轮行程，要如何和船上的工作人员沟通？其实只要懂一些基本的关键字，就可以畅游无阻，菜英文也能无障碍地享受邮轮行程。在接下来的影片，我会分享更多的资讯，敬请期待哦！谢谢你们。